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真是让我又气又心疼。这个案例虽然有些极端，但是却深刻反映了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些差异。我接触过不少两岸情侣，有成功的甜蜜案例，也有遗憾收场的情况。希望通过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，能让大家对两岸婚恋有更深的了解和思考。我先说一句啊，这个故事里的男主角阿伟真的是太委屈了。人家台湾男生好不容易到大陆发展，事业有成，没想到回台湾结婚时却被未婚妻当众羞辱。哎呀妈呀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我慢慢讲给大家听。阿伟是台北人，毕业于台大经济系，家境普通，但学历很好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在台北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了2年。那时候台湾的金融业竞争激烈，薪资成长空间有限。看着同学们有的出国深造，有的到大陆发展，阿伟也开始蠢蠢欲动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公司安排他去上海出差，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台湾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，大陆这些年的发展速度真的是飞快，尤其是上海、北京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科技感十足，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落后的样子。阿伟第一次去上海就被深深震撼了。机缘巧合下，阿伟在上海参加一个金融论坛时，认识了一位大陆的投资经理小雅。小雅是上海人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气质优雅，谈吐不凡。两人相谈甚欢，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回台湾后，阿伟时常与小雅保持联系。慢慢的，他被小雅口中描述的机会之城所吸引。3个月后，在小雅的推荐下，阿伟成功应聘了上海一家知名金融科技公司，月薪比在台北高出近1倍。要知道，现在上海、北京这些城市的薪资水平，在某些行业已经超过台北了。尤其是金融科技、人工智能这些领域，真的是人才争抢战。阿伟对台北的朋友们这样说，来上海工作后，为和小雅的关系迅速升温。小雅不仅帮助阿伟适应上海的生活，还经常带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认识更多朋友。两人从朋友发展成恋人，只花了半年时间，但是两岸的文化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了。小雅是个典型的上海女孩，性格直率，追求品质生活。她喜欢阿伟的温柔体贴，但有时也会嫌他太斤斤计较。在小雅眼中，阿伟对钱太过敏感，连吃个饭都要算清楚 AA 制，这在上海年轻人中并不常见。台湾年轻人的经济压力真的很大啊，房价高，薪资增长慢，所以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。但在大陆一线城市，虽然房价也高，但年轻人消费却很大方，更注重体验和面子。阿伟后来跟我分析到，阿伟也需要适应小雅的交际圈子。在上海，人情往来、社交礼仪非常重要。送礼、吃饭、参加各种场合，都是职场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对习惯了台湾相对简单人际关系的阿伟来说，这些都是新的学问。小雅的朋友圈真的很精彩。今天和这个闺蜜喝下午茶，明天和那个同学聚餐，后天又是什么品牌发布会。我刚开始真的跟不上节奏。阿伟笑着说。尽管如此，两人的感情还是在磨合中不断加深。阿伟的事业也在蒸蒸日上，3年内连升2级，成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，年薪突破60万人民币。小雅也很欣赏阿伟的上进心和执行力。台湾男生真的很靠谱，说到做到，不像有些上海男生说一套做一套。小雅经常这样夸阿伟。恋爱4年后，阿伟决定向小雅求婚。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，在外滩的高级餐厅里，当着朋友们的面向小雅献上钻戒。小雅欣然接受了阿伟的求婚。两人约定先在上海举办订婚仪式，然后回台湾办婚礼，最后定居上海，偶尔回台湾探亲。订婚仪式在上海的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，小雅的父母全程笑容满面，对这个台湾女婿非常满意。阿伟这孩子踏实肯干，又有本事，最重要的是对小雅好。小雅的父亲这样评价，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跨海峡联姻。两人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，事业有成，家庭支持，价值观也在长期相处中逐渐磨合一致。然而风暴正在悄悄酝酿，订婚后，
阿伟带着小雅回台北见父母，并计划举办一场小型的订婚宴，邀请台湾的亲友见证这份喜悦。小雅第一次来到台北，对这座城市充满好奇。台北真的和上海很不一样呢。街道比较窄，建筑没那么高，但是很有人情味，街角的小店都很可爱。小雅这样描述她的第一印象。阿伟的父母住在台北市郊的一栋老房子里，不算豪华，但收拾得干净整齐。第一次见面，小雅表现得很有礼貌，给阿伟父母带了精心挑选的礼物。阿伟的父母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未来儿媳。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甚至特意学了几道上海菜。席间，大家聊得很开心，气氛融洽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的台湾菜，真是太美味了。尤其是那个卤肉饭，比上海的好吃多了，小雅真诚地夸赞道。然而，随着接触的深入，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。首先是小雅对台北生活方式的不适应，习惯了上海快节奏、高消费生活的她对台北相对悠闲，注重性价比的生活方式有些不习惯。怎么饭店9点就关门了？上海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。这家奶茶店看起来好小哦，装修也很简单，真的有人排队吗？类似的疑问不断从小雅口中冒出。其次是对阿伟家庭条件的失望。虽然阿伟提前告诉过小雅自己家境普通，但当小雅真正看到阿伟家的老房子、父母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周围环境后，心里还是有些落差。其实台湾和大陆在物质条件上的差距，这些年确实在拉大。尤其是上海、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消费水平，都已经超过台北了。但台湾的生活品质、人文关怀、社会福利等方面仍有独特优势，只是这些优势不那么直观可见。作为红娘，我经常需要向两岸的情侣解释这种差异。订婚宴选在台北一家中等规模的酒店举行，来的大多是阿伟的亲友，约50人左右。小雅的父母没有来，只有她的一个表姐专程从上海飞来参加。宴会一开始还算顺利，阿伟的父亲致辞，表达了对这桩婚事的祝福。阿伟的几个好友也上台分享了他们对阿伟和小雅的祝福。小雅穿着一身名牌礼服，看起来优雅大方，赢得了不少赞赏的目光。灾难在甜点上桌后发生了。阿伟的一位大学同学喝了点酒，开始起哄：阿伟啊，你这次可是赚到了，娶了个上海美女，以后是不是就不回台湾了？另一位亲戚也跟着说：是啊，现在大陆发展的这么好，台湾年轻人都往那边跑。阿伟在上海混得不错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言谈间似乎把阿伟描述成了一个逃离台湾，到大陆淘金成功的人。这种潜台词让阿伟感到不舒服，但他只是礼貌地笑笑，没有反驳。但是小雅却突然站了起来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想大家可能有些误会。小雅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宴会厅。阿伟在上海的成功，不是因为他从台湾来，而是因为他的能力。事实上，在我们公司，像阿伟这样的台湾员工还有很多，大家都是凭实力竞争的。这番话本来无可厚非，但小雅接下来的话却引爆了全场。再说了，台湾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吧？很多产业都在萎缩，年轻人薪水低，房价高。阿伟如果留在台湾，可能现在还是个小职员呢。在上海，他可是年薪100万的金领，社会地位高多了。说到这里，小雅转向阿伟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。说实话，在台湾你算什么？如果不是去了上海，你能有今天吗？这句话如同一枚炸弹，瞬间在宴会厅爆炸。现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小雅。阿伟的脸色瞬间惨白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未婚妻会在自己的家乡，在众多亲友面前说出这样羞辱人的话。阿伟的父亲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站起身，语气严肃地说：小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台湾人怎么了？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大陆快，但我们有我们的骄傲和尊严。几位阿伟的长辈也纷纷出声，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。阿伟赶紧站起来打圆场，大家别误会，小雅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只是想说大陆现在发展很快，机会多，但小雅却没有就此住口。他挽着阿伟的手臂，声音不减：我说错了吗？现在多少台湾年轻人挤破头想去大陆发展，还不是因为台湾这边机会少，薪水低？
阿伟在上海的成就，在台北至少要奋斗10年才能达到，这是事实啊。场面一度失控，阿伟的几个堂兄弟明显动了怒，站起来与小雅争辩。阿伟的母亲急得眼眶发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当时就在现场，哎呀妈呀，那场面真是尴尬到极点。本来是喜事，结果变成了两岸经济实力的辩论会。一位参加订婚宴的亲友后来这样告诉我。最后，阿伟不得不中断宴会，拉着小雅匆匆离场。一场本应温馨喜庆的订婚宴，就这样在争吵和不欢而散中结束了。回到酒店，阿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你怎么能在我家人朋友面前说那样的话？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的感情？阿伟从未对小雅这样大声说过话。小雅却不以为然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是去上海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？阿伟无言以对，确实他在上海的职业发展比在台北顺利得多，但问题不在这里。问题不是事实与否，而是你的态度和场合。那是我的家人朋友，是我成长的地方，你怎么能那样贬低他？阿伟痛心地说。这一刻，两人之间多年来积累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终于完全暴露出来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两人不断争吵，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的立场。小雅认为自己只是说了实话，台湾确实在经济上不如大陆发达，这有什么错？难道要我假装台北比上海繁华吗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而阿伟则强调，这不是简单的经济比较问题，而是尊重和认同的问题。台湾有台湾的好，大陆有大陆的优势，不能简单的用 GDP 或者高楼大厦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方的价值。通过这对情侣的争执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岸更深层次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更强调人情味和生活品质，讲究细水长流的幸福感，而大陆尤其是一线城市更崇尚成功和效率，追求快速发展和显性成就。两种价值观各有千秋，但如果没有相互理解和尊重，冲突就在所难免。我经常这样向咨询两岸婚恋的客户解释。争吵持续了3天后，阿伟和小雅决定冷静下来，好好谈一谈。我承认我的话有些过激，但我真的只是陈述事实，没有贬低台湾的意思。小雅软化了态度，我爱你，我也尊重你的家乡和家人。阿伟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没有恶意，但你要明白，对台湾人来说，身份认同是很敏感的话题。我们不喜欢被人用经济成就或国际地位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小雅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我应该道歉，特别是对你的父母。阿伟很感动，当即决定安排小雅与父母见面道歉。然而事情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天晚上，阿伟带着小雅回到家中。小雅确实很诚恳地向阿伟的父母道了歉，解释自己并无恶意，只是表达不当。阿伟的父母表面上接受了道歉，但眼神中的疏离却让阿伟心里一沉。临走时，阿伟的母亲悄悄拉住他，低声说：“阿伟，妈妈不干涉你的选择，但是你确定他会尊重你，尊重我们吗？”这个问题如同一把锋利的刀，直刺阿伟的心脏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小雅那番话所造成的伤害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。回上海后，阿伟和小雅试图恢复正常生活，但两人之间的芥蒂已经很难消除。小雅开始抱怨阿伟变得敏感易怒，阿伟则觉得自己对小雅的了解还不够深，开始质疑两人是否真的适合结婚。订婚宴的事情只是导火索，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人对彼此家乡、文化和价值观的尊重和理解程度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。1个月后，阿伟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得知母亲因此事郁郁寡欢，身体状况不佳。这个消息让阿伟备受煎熬，他向公司请了长假，独自回台湾陪伴母亲。临行前，他和小雅的争执达到了顶点：“你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。不就是一句话吗？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？”小雅不解地质问。阿伟疲惫地摇头：“你永远都不明白，对台湾人来说，尊严有时比面子更重要。”就这样，阿伟回了台北，小雅留在上海，两人的关系陷入冰点。几周后，阿伟的母亲病情好转，但他对未来的思考却更加清晰了。他决定必须和小雅当面解决问题，无论结果如何。回到上海，阿伟直接去了小雅家。
让他意外的是，小雅似乎已经猜到了他的决定，平静的不同寻常。我想我们都需要更多时间考虑。阿伟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语。也许我们应该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没想到小雅直接打断了他，不用了。我已经把订婚戒指摘下来了。他指了指空空的无名指，我想我们不合适。阿伟愣住了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小雅解释道，这1个月我也想了很多。我确实欣赏你的能力和人品，但我不确定自己能融入你的家庭和文化。同样，你也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我的价值观。与其将来痛苦，不如现在就放手。就这样，一段看似美好的跨海峡恋情，在文化差异和相互不理解中画上了句号。分手后，阿伟回到台北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凭借在上海积累的经验和人脉，他很快在台北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虽然薪水比不上上海，但也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小雅则更加投入工作，半年后升职为部门经理。据说他现在正在与一位上海本地的成功企业家交往。1年后，阿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同样有海外工作经历，现在回台北发展的女孩小婷。两人很快相爱，并在交往半年后订婚。这次订婚宴可顺利了。阿伟后来笑着告诉我，小婷和我家人一见如故，仿佛她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阿伟和小雅的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场，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跨文化恋爱的智慧。第一，相互尊重是基础。无论哪里的经济更发达，文化更先进，都不应该成为贬低对方家乡和身份的理由。记住，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的根和来处。我接触过很多台湾和大陆的情侣，成功的案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他们会欣赏对方文化中的闪光点，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这边的优势。第二，了解文化差异很重要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已经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差异，比如消费观念。大陆年轻人更愿意超前消费，享受当下，而台湾年轻人则倾向于量入为出，注重储蓄。再比如社交方式，大陆更注重人情往来和关系网络，台湾则相对直接，更看重个人能力和诚信。还有价值观，大陆更崇尚成功和效率，台湾则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人文关怀。了解这些差异，才能在相处中做到换位思考，避免无谓的冲突。第三，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当文化差异引发矛盾时，不要回避或指责，而应该坦诚交流，试着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。我见过一对台湾男生和上海女孩，他们每次出现文化冲突，都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，还加深了相互理解。现在他们已经结婚3年，生活得很幸福。第四，家人的接纳很重要。2个人的婚姻实际上是2个家庭的结合。如果一方的家人无法接纳另一方，婚姻的幸福就会大打折扣。在跨文化婚恋中，争取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尤为重要。这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，用真诚和耐心去赢得对方家人的认可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2个人要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。无论来自哪里，只要2颗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要知道，没有什么鸿沟是真爱无法跨越的。说到这儿，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？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本该结束了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。就在阿伟和小婷订婚后的第3个月，小雅突然联系了阿伟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他。出于礼貌，阿伟同意见面。小雅专程从上海飞到台北，2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令阿伟震惊的是，小雅竟然跪在他面前，当众向他道歉。阿伟，我错了，我要向你、向你的家人、向所有台湾朋友道歉。小雅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这1年多来，我一直活在后悔和自责中。我那天说的话太伤人了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原来分手后的小雅一直无法释怀，她开始主动了解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甚至专程去台湾旅游了1个月，深入体验台湾的生活。这些经历让她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尊重。台湾真的很美，人也很热情。那里的生活节奏虽然没有上海快，但很舒适，很有人情味。
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爱这片土地了，小雅真诚地说。阿伟被小雅的举动震撼了，但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和爱人。他温和地扶起小雅，表示已经原谅她，并祝福她未来幸福。小雅擦干眼泪，接受了现实。临别时，她说了一句让阿伟铭记终生的话：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的根。这是你教会我的最宝贵的东西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跨文化恋爱需要更多的包容、理解和尊重。无论台湾还是大陆，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否放下偏见，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文化魅力，用爱去包容彼此的差异。我是丽姐，我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真实生活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和思考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跨文化恋爱的困惑，欢迎来找我聊聊。记住，真爱可以跨越山海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和理解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